嗨，各位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大叔今天的影片。今天的影片呢，是大叔呢想要来教大家呢如何自行修复独木舟。相信有使用独木舟在科棚做钓的朋友，一定非常有感，因为你独木舟上面的刮痕一定非常严重。那如何修复呢？相信今天的影片对大家会非常有帮助哦。无论你是在科棚上面在做钓，如果你的独木舟是因为在科棚上面做钓而产生的刮痕，或者是你平常你的独木舟有在地上拖来拖去，有产生出来的刮痕呢，相信今天这一集对你一定非常有帮助。那大叔今天就来教大家如何修复你的独木舟，那这影片就该继续看下去咯。首先你在修补之前呢，你需要准备2样东西。什么东西呢？第一样呢，就是工业的那个热风枪。那基本上这个呢要用工业用的那家里在吹头发那个不行要工业用的那种专门的这种工业用的这种热风枪来做才有用。那第二个你要准备的东西呢，就是一块抹布。那这个抹布呢，待会呢我们要把它沾湿拧干。那这为什么要用这个呢？等一下影片看下去你就知道了。OK， 那我们开始做修复咯。在我们开始进行修复之前呢，首先有几件事情你需要注意一下，就是说，因为这个工业用的热风枪它的温度非常高，所以你在做修复的时候，你必须得非常注意到那个热风枪跟独木舟的距离不然呢，大叔之前的经验是，如果你的距离靠得太近，温度太高的话，你的独木舟可能会稍微有点变形变泡泡所以这个温度你要注意好，这个重点你一定要注意。OK， 那我们接下来就来教大家如何开始修复咯。大家有看到了吗？这个刮痕，这个很深的一个刮痕，那底部呢也都被刮得乱七八糟。基本上呢，如果你是有在科棚上面做钓的话，我相信这样的刮痕都是基本普通的见面礼。整个舟底呢都刮得乱七八糟了。那今天大叔的影片呢，比较是针对独木舟的修复的部分呢来做讲解。来做教学。那至于呢，如果是独木舟上面呢，如果是有破洞的修补那今天就不在这支影片里面去做讲解了因为那个影片呢，网络上有很多，所以大家也可以在网络上面去做参考。我想今天这个影片呢，大叔想要以比较实际的我们平常如何在家里如何自己来进行修补在家里可以进行修补的方式呢，来让你的独木舟呢又恢复的像新舟一样虽然没有办法100%像新的啦，但是它的修补完以后状况应该会好很多。从影片大家可以看得出来，舟底整个刮得乱七八糟。那相信很多人之前都有问过大叔那为什么充气舟不太适合在科棚玩？因为呢，如果你是在科棚做钓的话，因为有水流的关系，无论你怎么小心去离科棚保持一个距离，但是你还是有机会跟它碰撞而去产生刮伤如果你是充气舟，那糟糕了，你有可能会真的割破，那割破就会产生你可能就会溺水了所以大家仔细看，这个真的不是开玩笑，这还是舟底舟的旁边呢也都是所以呢，今天的这个影片呢，就是要教如何怎么修复那也就是为什么大叔一直说充气舟真的不太适合在科棚区做钓。这个是大叔今天跟大家分享一下然后大叔的看法。OK， 那我们开始进行修复了。
我们现在来看看哈，刚刚这一区修复的区，跟这一区还没修复的区，大家很明确看到哈，这个刮痕有多么深哈。那刚刚这一条是延伸到这边来，哇，很烫哈。这一条是到这边来，大家可以仔细看，上面的这个刮伤呢，已经呢不见了，啊，这边还有一点点。好，然后这边我还没有，因为我只修复前面这一半部嘛，这是做讲解嘛。然后呢，后面这一半部呢，就是还没有修复的状态。所以有修复跟没有修复，大家看有没有差很多？有哈，哦，那这个方法呢，大叔分享给大家。这个修复独木舟的方法是之前的大叔呢在 YouTube 上面呢一直在搜寻一些国外修复独木舟的一些相关影片哦。那基本上你网络上能搜寻的修复独木舟的影片呢，大部分都是以那种破洞修复独木舟为主。那针对这种刮伤的这种修补的技巧呢，网络上真的非常少。那大叔找的非常久，有找到一个美国，好，然后他有在做这样的讲解，但是呢，那个部分的讲解又不多，所以后来大叔看完以后呢，大叔就决定自己要来尝试看看。那大叔之前有修复过一次，那一次修复的过程也让大叔学到很多的经验，比如说温度呢没有拿捏好，导致独木舟的舟体修个泡泡，好，然后所以你要怎么去控制到最好的温度啊。第二个就是为什么要用湿布？如果你用干布的话，你在干推的时候，因为你的工业吹风机已经把它烘热了。如果你的抹布是干的抹布，你这样一推的时候，它会有很多的那种布纹哦，就是抹布上面的痕迹，变撩撩的啊。所以呢，基本上抹布一定要把它弄湿、拧干，这样子再推的话，你的独木舟才会变得很光滑。那你就是一块一块、一块一块的，慢慢的去给它做修复，这样子就可以了。那 OK， 那我们接下来的剩下的部分，我们就慢慢的去做修复咯。这个还没修复的状态是像这样哈，修复以后光亮亮的这边还没修复对不对？这边修复完以后，大家看到很光亮，虽然还有一点点痕迹，但是呢，这个已经跟你之前的状态已经差很多了。好，那当然还可以再更好，就是再多推几次，慢慢的这一段刚刚都有修复，大家可以看得到嘛很明确这边的过去就是刚刚大叔没有修复的状态，就是像这样。然后这边开始有没有？大家看到整个很光亮，整个都修复了其实基本上很多细纹都已经算是把它处理完。刚刚那条最深的，现在还剩一点点，但是已经好很多了这边还有一点点，所以这个等一下都可以慢慢弄。那像这个像这边这一段很明确，有修补跟没有修补的地方就差很多那像这个边角也是这边稍微有用到就好一点。我们再给各位看一下这边你喂。告 K 嘞，有没有看到割成这么受伤这么严重需要慢慢去做修复。那因为整个独木舟的面积很大所以它需要花很多的时间，所以呢就是要慢慢的弄，慢慢的弄给大家看一下这一段跟隔壁条有没有很大的差异。那因为面积很大嘛，所以这个大概1天之内是用不完的。所以你大概每天大概拨一点时间，拨一个时间，然后慢慢弄，慢慢弄，一条慢慢弄到底，2条、3条，一直到全部的位置呢面积都给它修复完以后呢，我猜也需要用个几天啦。所以这真的是很费时费工的一个做法但是它会让你的独木舟的状态呢维持在很好的状态。好，下来呢来给各位看看这个地方平面有做修复的状态。感觉不错大叔已经修复完第1条了大家可以看得到，虽然还是有一些细纹但是呢还可以接受如果呢你想要补强，你可以再慢慢继续补强这一条大叔呢补到这一条的结束这个地方，后面还没有那隔壁条完全还没有修复，大家可以看得到这个差异性马上当下立判，你就可以很轻松的看得出来这个差异差多大。那隔壁条还没有那这个就是修复完的状态光滑就是已经有修复完。好了，大叔呢今天呢就用这个第1条呢
来为各位做示范、做讲解。那希望大叔今天的影片呢的这些讲解呢，对大家有帮助。那大家平常如果有空的时候，尤其像东北季风这段时间，因为风浪很大没有办法出舟的话，可以在家里呢做修复。那大叔呢，希望将大叔的研究呢跟大家分享希望大家也都能从中呢了解这些方式，来好好的爱护你的独木舟。那接下来呢，大叔还要拨时间慢慢把剩下的这个部分呢，慢慢去做修复。那因为它需要花很长的时间那如果等到全部都拍完的话可能要花蛮久的时间。那大叔就今天以这一条的修复的方式呢，来为各位做讲解。那今天的影片就到这边。如果今天的影片呢，如果你觉得对你有帮助，也觉得大叔拍的不错，帮大叔点个赞。那如果可以的话，如果你身边也有划独木舟的朋友，也可以将大叔的影片分享给他，然后让他学习如何自己去修复自己的独木舟。OK， 别忘了持续追踪大叔的影片哦。OK， 拜拜。